江家破产那天，整个圈子都在打赌太子爷多久会踹了女孩，而男人只是拿着一张黑卡给她，许诺只要女孩嫁给自己，便能保女孩全家无恙。女孩毫不犹豫地点了头。跟傅斯年在一起的日子，他对她温柔体贴，霸道又专一，女孩彻底沦陷了。可就在女孩最爱他的那年，才发现男人所有的好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那晚女孩连夜逃走，从此销声匿迹。男人疯了似的找了女孩5年，可他却在国外找到了真正爱自己的那个人。婚礼上，牧尘牵着女孩的手，稳稳地走向圣洁的殿堂。整个流程并不复杂，牧师见证他们交换誓言和戒指，再推向冰塔，最后就是激动人心的扔捧花了。姜妍高高举起捧花，刚准备向后抛去，天空就被无数直升机的轰鸣声撕裂。本以为只是路过，可他们却一架接一架的降落，目标直指他们的婚礼现场。姜妍死死盯着那些停稳的直升机，只一眼就看见了领头那架的驾驶座上，隔着玻璃冷冷注视着他的男人傅斯年。他怎么会到这里来？很快，舱门打开，那个男人大步流星地走下，也许是来得太急，笔挺的西装外竟随意披着件黑色大衣，和这炎热的海岛格格不入。他满身风霜，目光如炬地锁定姜妍，径直冲着礼台而去。身边的牧尘察觉到危险，立刻上前一步想要拦住他，可傅斯年眼里根本没有别人，目光穿过一切，直接冲上礼台，站定在姜妍面前。姜妍吓得本能后退，高跟鞋还没站稳，傅斯年骨节分明的手指就猛地扣住姜妍的手腕，一把将女孩拽进了他冰冷的怀里。姜妍，傅斯年嘶哑的声音里全是压抑不住的思念，头深深埋在女孩的颈窝，贪婪地呼吸着属于姜妍的气息。姜妍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彻底搞懵了。傅斯年不是说过他从未爱过她，甚至恨她入骨吗？为什么现在又会这样紧紧地抱着她？姜妍下意识用力挣扎，男人却抱得更紧，像是要把她揉进骨血里。姜妍的脸色瞬间冰冷，用尽全力抵住傅斯年的胸膛，终于将他推开了些许。放开我！姜妍挣脱后迅速推到牧尘身边，亲密地挽住他的手臂，扭头对傅斯年露出一个客气又疏远的笑。傅先生，好久不见。他故意表现得这么客套，就是要让所有宾客都看明白，他们不过是旧相识，并非曾有过深情纠葛的恋人。可姜妍的这番撇清却让傅斯年的脸瞬间黑如锅底，尤其当他挽住牧尘的手臂时，傅斯年的眼神冷得像是能杀人。始终沉默的牧尘，此刻周身也散发出冰冷的气场，目光毫不畏惧地迎上傅斯年。傅先生，真是好久不见。可对面两人这副同仇敌忾的模样，在傅斯年看来就是天大的讽刺。他找了姜妍整整5年，找得快要发疯，可他却转头就要嫁给别人，压抑的情绪彻底爆发。傅斯年一把扯开姜妍的手，粗暴地将她和牧尘隔开，猛地把她按在礼台的墙上，红着眼嘶吼：姜妍，我想你想得快疯了，你却要嫁给别的男人，你当我是死的吗？他说什么？想我想得快疯了？傅斯年怎么可能会想我？姜妍心底翻江倒海，脸上却一片淡漠，仿佛傅斯年的话对他毫无影响。傅先生，你怕是忘了，我们早就两清了，而在场的宾客都不是瞎子。傅斯年这么一闹，姜妍再怎么撇清也只会越描越黑，不如直接摊牌他们曾经的关系，反倒没那么难看。既然早就分了，她嫁给谁又与对方何干？姜妍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明立场，随即冷声警告：我和你早就一刀两断了，少在我的婚礼上胡闹。姜妍的话一句比一句冷，就像3把淬了冰的刀子，狠狠地刺进了傅斯年那颗本就千疮百孔的心。姜妍，傅斯年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姜妍无情打断。傅先生，如果你是来观礼的，那就请坐；如果不是，就请马上离开。傅斯年高大的身影僵在了原地，似乎不知所措。姜妍趁他愣神的功夫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一点点掰开了傅斯年钳制着他的手，一挣脱开，牧尘就立刻将他护在身后，对着傅斯年客气又疏远的开口：傅先生，我妻子的话想必你听清楚了，既然明白了，那就请你离开吧。牧尘像座山一样挡在姜妍面前，而他躲在他身后的样子，无疑是告诉傅斯年，他才是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。傅斯年那双阴鸷泛红的眸子死死锁住他们交握的手，咬着牙吐出3个字：你妻子。傅斯年冷笑一声，猛地上前一步，居高临下的睥睨着牧尘：只要我傅斯年还活着，他永远都成不了你的妻子。话音未落，傅斯年长臂一挥就把牧尘狠狠地推到了一边，眼看牧尘差点从礼台上摔下去，姜妍脸色一变，想也没想就要去扶他，可傅斯年却快他一步抓住他的手，再次将他死死拽进怀里，紧紧地禁锢着。姜妍只能狠狠瞪着他，气得发抖：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傅斯年那张苍白的脸缓缓靠近，声音沙哑：几年前的事，我们重新来过。姜妍用冷的掉渣的声音直接打断他：什么几年前？连同你这个人，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见姜妍如此决绝，傅斯年眼底的血红里竟闪过一丝慌乱，他下意识就想吻下来堵住女孩的嘴，姜妍却猛地把头偏向了一边。然而这样的拒绝显然刺激到了他，他抱得更紧，彻底撕碎了所有骄傲，在女孩耳边卑微地求着：妍妍，5年前是我混蛋，我不该那样对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不要我，别忘了我，好不好？那段几乎要了他半条命的过去，姜妍一辈子都不想再回忆，可傅斯年的出现却硬生生将那道血淋淋的伤疤再次揭开。姜妍沉默了好久，才压下心头的翻江倒海，语气冰冷：傅先生，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请你离开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在他这番彻底的切割下，傅斯年本就摇摇欲坠的身体晃得更厉害了。姜妍趁机用尽全力推开他，提着婚纱裙摆，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牧尘身边。走吧，这场婚礼也该结束了，没必要再待下去了。牧尘轻轻点头，牵住女孩的手，姜妍顺势挽上了他的胳膊，他们亲密的动作彻底引爆了傅斯年最后的理智。他脸色铁青的嘶吼：姜妍！话音未落，人就冲了过来，冰冷的手指再次扣住姜妍的手腕，要把她硬拽回去。而牧尘死死拉住姜妍的另一只手，就连一向温润的他也被彻底激怒了。傅斯年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他抬手就去推傅斯年，可他一个斯文人，哪是傅斯年这种在商场血雨腥风里闯出来的人的对手？结果不但没推动，反而被傅斯年一脚踹下了礼台。
傅斯年动手的瞬间，全场哗然，有人赶紧冲上去扶沐尘，但更多的人则对姜妍指指点点。这一刻，女孩所有的尊严和体面都被傅斯年这一脚踹得粉碎。她死死地盯着傅斯年看了几秒，猛地扬起手，用尽全力一巴掌甩在他那张惨白的脸上。啪！一声清脆的耳光响彻全场，盖过了所有的窃窃私语，也彻底打懵了傅斯年。他的脸被打得偏到一旁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许久才缓缓转过头，用那双漆黑的眸子看着眼前这个对他狠心至极的女人。姜妍连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，转身就冲下台阶，奔到沐尘身边，焦急地问：“你怎么样？伤到哪了？”傅斯年冰冷刺骨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：“你爱上他了。”姜妍理都没理他，扶着沐尘继续往前走。突然，砰的一声枪响在寂静的空气中骤然炸开，所有宾客都吓得失声尖叫，纷纷停下脚步，满脸惊恐地回头看向那个开枪的疯子。傅斯年手里握着那把还在冒烟的手枪，一步步重新走上礼台。此刻的他脸上再没有一丝一毫的哀求，仿佛彻底撕掉了伪装，只剩下势在必得的疯狂和占有。那眼神冷得让人不寒而栗。姜妍刚想骂他是不是疯了，傅斯年却猛地举起枪，黑洞洞的枪口直直抵住了沐尘的太阳穴。我问你话，你非要走是吗？天啊，就为了一个答案，他竟然开枪威胁。傅斯年比5年前更加疯魔了。姜妍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。我的事和你没有半点关系，请你别在这发疯，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算我求你行吗？他说完再次拉住沐尘，转身就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可他们还没走出2步，一只青筋暴起的手臂就从姜妍身后绕了过来，单手将他拦腰抱起，狠狠地扛在了肩上。突如其来的天旋地转让姜妍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恶心的想吐。那阵天旋地转的感觉好不容易过去，他才缓过神来开始挣扎。可傅斯年死死扣着姜妍的胳膊，他根本挣脱不开，只能用拳头拼命捶打他那坚实的后背。放开我，傅斯年，你这个疯子！他一边扛着姜妍，一边按着他的背，侧过那张印着巴掌印的脸，冷声道：“你没回答爱不爱他？就是不爱。既然不爱，那你就是我的。”傅斯年那双猩红的眸子眯起，迸发出骇人的占有欲，压根不管姜妍已经结婚的事实，扛着他就大步走向直升机。沐尘可是他名正言顺的丈夫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傅斯年把他带走？他沉着脸飞快地追了上去。傅斯年，姜妍现在是我的妻子，你没资格带走她。傅斯年头都没回，见他伸手要抢人，毫不犹豫的又抬起长腿，一脚将他踹开。傅斯年轻而易举地踹开沐尘，脚步不停，眼神冷得像冰，扭头对旁边的保镖下了命令：“拦住他，别让他过来。”沐尘还没爬起来，2个保镖就猛地扑了上去，用膝盖死死压住了他的后背。沐尘的父母眼看儿子被欺负，焦急地冲过来，却被其他保镖冷漠地拦住了去路。沐尘哪还顾得上父母，看着姜妍就这么被带走，急得眼眶都红了。傅斯年，你放开他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你竟然在婚礼上抢走我的新娘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可傅斯年对他的嘶吼充耳不闻，粗暴地拉开机门，直接把姜妍从肩膀上扔了进去。他挣扎着想从另一边爬出去，却被傅斯年一把抓住脚踝，又给拽了回来。傅斯年按住他的脚，借力轻松一跃也坐了进来，随即按下关门键，将外面的一切都隔绝开来。傅斯年缓缓侧过那张还带着指印的脸，目光落在了姜妍的身上，而女孩的眼里再也没有了曾经的深情和痴缠，只剩下刺骨的冷漠和陌生。傅斯年缓缓侧过那张还带着指印的脸，目光落在了姜妍的身上，而他的眼里再也没有了曾经的深情和痴缠，只剩下刺骨的冷漠和陌生。姜妍强忍怒火：“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傅斯年破碎的心脏空落落的疼，他死死盯了姜妍半晌，猛地伸手将她死死抱进怀里。他嗓音颤抖，一遍遍喊着姜妍的名字，甚至还用薄唇来吻女孩的脸颊。当触碰到姜妍肌肤的瞬间，傅斯年情难自禁地红了眼眶。姜妍，我好想你，我想你想到发疯，想到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。他抱着她的手一点点收紧，几乎要将女孩勒碎。姜妍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找了你2年，整整2年零2个月，足足791天。姜妍听到这个数字，推他的手猛然一顿，然而他只是冷冷地瞥向这个眼尾泛红的男人。找我干什么？谁知傅斯年竟将下巴埋进姜妍的颈窝，声音破碎又无助：“我想你，想得快疯了，吃不好也睡不好。”然而姜妍却没什么情绪，一把推开他的脑袋：“傅斯年，我走的时候你说你不爱我，现在又说想我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”傅斯年知道分开时他说的那些话有多伤人，所以他抱得更紧，像抱着稀世珍宝。下一秒他竟低头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冷暴力，是他不信他，是他从一开始就只想报复他，更是他从没对他说过一句爱你。”就在姜妍以为这又是傅斯年的新把戏时，他却无比诚恳地望着姜妍：“姜妍，对不起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然而姜妍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，当场冷笑出声：“傅斯年，别演了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他欠他的已经拿身心拿孩子还了，为什么还要紧追着不放？现在又来上演深情的戏码。”见他根本不相信自己，傅斯年眼底满是无力。男人抱着姜妍的手越发收紧，声音阴哑：“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要你。”傅斯年紧紧抱着姜妍，甚至开始亲吻她的脸颊，像个乞丐一样求她：“我知道你不想要我了，可我只有你了，你能不能看在我真爱你的份上，原谅我一次？”看着他这副卑微的样子，姜妍眼底只剩无尽的嘲讽：“傅斯年，你忘了，是你亲口说的，你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报复我，而如今说些这样的话，有病吧？你爱不爱我，我根本不在意。”说完，姜妍立刻挣脱傅斯年的怀抱，跟他拉开安全距离。姜妍冷着脸，一字一句地告诉他：“我现在过得很好，很幸福，拜托你放过我吧。”然而被他推开的男人却僵在原地，他那双充血的眼睛含着薄雾看女孩，那种陌生和距离感让傅斯年心痛到难以自控。他强忍着疼痛伸出手，想来抚摸姜妍的脸，他却猛地偏头躲开，那只消瘦的手就那么僵在半空中。傅斯年煞白的脸褪去所有血色，隔着咫尺距离，声音发颤地问道：“是不是一点也不爱我了？”这让姜妍脸色瞬间难看，他怎么会知道他爱过她？被窥探到往昔心思，姜妍脸色有点难看，她不愿承认。傅斯年那双红透了的桃花眸死死盯着姜妍：“你留给我的便签，我看到了。”姜妍眼睫轻颤，却还在嘴硬：“什么便签？
下一秒，傅斯年竟真的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那张被他从垃圾桶捡回，又被傅斯年小心翼翼缝合好的便签。姜妍看到那张便签，伸手就想抢过来撕掉，可傅斯年却快如闪电的收回手。他将那张纸折叠好，小心翼翼地放回靠近心脏的西装口袋里。这是你留给我的，让我撑过每个昼夜，你不能毁了它。姜妍看着他宝贝那张破纸的样子，只觉得可笑至极。我现在已经不爱你了，你留着也没意义。傅斯年脸色瞬间僵硬，可我还没停。姜妍依旧平静又残忍地补刀，不过你想留着就留着吧，反正也代表不了什么。姜妍的话让傅斯年的心脏都揪成一团，他攥着疼到发麻的手掌，猩红着眼摇头，那不是破纸，而是你的心意。闻言，林言直接勾起唇角，那是我曾经的心意。说完，他昂起下巴，望着傅斯年煞白的脸，鼻子一句道：傅斯年，我现在真的不爱你了。这句话让傅斯年浑身血液都凉透，他眼眶里有什么东西汹涌而出，却被他死死压下。紧接着，傅斯年竟勾起惨白的唇角，低声笑了起来。可不爱了，他还没来得及珍惜，他就已经不爱了。下一秒，傅斯年猛地轻身上前，姜妍，他把她死死逼到舱门玻璃上，抬起女孩的下巴，强迫她直视他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再说一遍，你不爱我了。可姜妍的眼神却是一潭死水，没有心动，没有爱意，更没有一丝波澜。他就用这样心如止水的眼神看着傅斯年，耐着性子无波无澜的重复，再说1万遍我也不爱你了。话音刚落，那个阴质冷冽的男人竟然哭了。姜妍挣扎着想从傅斯年腿上下来，可傅斯年箍在姜妍腰后的手仿若钢铁般根本挣不开。他抱着她，把女孩的脑袋死死按向自己，猛地低下头前额与姜妍相抵。你再说一遍。傅斯年颤抖着嗓音，似乎不愿相信，逼姜妍一遍遍地说。姜妍烦透了这种无意义的证明，于是他再次抬起眼，迎着傅斯年消瘦的脸，重复道：我不爱。可刚说出3个字，姜妍的余光竟瞥到傅斯年鬓角的白发，那个和他同龄的男人竟然生了这么多白发。姜妍瞬间愣住，到嘴边的话硬生生收了回去。谁知他这一刻的迟疑，却让傅斯年坠落谷底的心瞬间回暖。姜妍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伤害我。傅斯年一把掐住姜妍的腰，把她紧紧按进怀里。你说不出第3遍，就证明你心里还有我。跟我回家，我有很多事要跟你说清楚。然而回家这2个字，让姜妍那丝于心不忍顷刻间化为虚无。他用尽全力把傅斯年推开，冷冷嘲讽他：傅斯年，你算什么东西，值得我舍不得伤害你？姜妍盯着傅斯年逐渐褪去血色的脸，用尽所有冷漠。你听清楚了，我姜妍不爱你了，这辈子都不爱你了。我再说一遍，就算是你死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爱你1分1毫。姜妍的声音似冰锥般直击男人破碎的心脏。傅斯年瞬间难以呼吸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姜妍，你明明知道他是人工心脏，活不长，可女孩却用最残忍的话去伤害他。傅斯年疼到极致，想伸手去拿药，却又怕松手会失去姜妍。下一秒，他竟咬着牙，承受着锥心刺骨的疼痛，把脑袋埋进姜妍的脖梗里。姜妍，你爱也好，不爱也好，你必须要跟我走。闻言，姜妍瞬间黑了脸。傅斯年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要脸？是，我是不要脸，我不要脸才会爱上你。傅斯年像是被姜妍彻底激怒，声音骤然间歇斯底里，你对我不好，我还爱上你，我多不要脸啊！可我就是这么不要脸。傅斯年震耳欲聋的嘶吼灌进姜妍的耳朵，他说，不过是被姜云关在屋子里3天3夜不给东西吃，可看到他踹开门扔了几个包子过来，他的目光就从他的身上无法移开。也不过是被学校里的人打得遍体鳞伤，看到他从人群中冲过来，告诉所有人他是他的人，只有他能欺负，他就以为他是他的人，从此往后再也不能自拔。也不过是长大后，他喝醉了酒，抱着他的腰身撒过娇，他就惦记到不能忘怀，哪怕他对他的好只是一丝丝，他也清醒沉沦。这样没出息的人，当然不要脸。姜妍微微抬眼，望着那张模糊的脸，心底竟泛起一丝涟漪。难道他真的爱我？可这些念头转瞬即逝，过去的就是过去，再也回不去。于是姜妍客气又疏离，傅先生，我们已经错过了，放我下去吧。姜妍以为傅斯年会懂，谁知傅斯年红着眼，冷冷吐出3个字：不可能。下一秒，傅斯年松开姜妍，转身坐进驾驶舱，他快速戴上白色手套要去开飞机。见状，姜妍的脸瞬间比冰还冷。傅斯年，我不会跟你走的，今天是他的婚礼，他绝对不能就这么被带走了。可傅斯年不管不顾，傅斯年，别逼我恨你。傅斯年的手顿了顿，却还是猛地拍下启动键，螺旋桨的噪音轰然炸响。姜妍再也忍无可忍，冲过去就想按停止键，可傅斯年一把抓住姜妍的手，那力道像钢铁一样。姜妍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就绝对不会再放手。可傅斯年一把抓住姜妍的手，那力道像钢铁一样。姜妍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就绝对不会再放手。眼看直升机就要升起来，姜妍急疯了，抬脚就去踹傅斯年的腿，可他的挣扎在他面前就像挠痒痒。姜妍绝望地喊：傅斯年，今天是我的婚礼，我不能跟你走，给我点体面。然而傅斯年却连头都不回，我不会让你嫁给他，你是我的，你要想嫁人就只能嫁给我。这霸道到极致的话让姜妍气到冷笑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都说不爱你了，还嫁给你？做梦吧！可傅斯年仿佛根本听不进去，脸色比寒霜还阴沉。你今天说的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会信。他死死盯着他，鼻子一句：2年前你明明爱我，却说不爱。姜妍，你很会骗人，我不会再上你的当。他当年会那么快忘记霍景深，是因为他爱上了他，可他现在又没有爱上沐尘，就不会那么快放下他，要不然他不会跟他说那么多话，也不会任由他抱。傅斯年觉得他嫁给沐尘应该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，他不知道也不想去探究，只想把这个女人带回家，把她关起来，把她狠狠压在身下，看她还嘴不嘴硬。可姜妍耐着性子跟他说那么多，只是想让他放自己走。谁能想到傅斯年竟把姜妍的忍让曲解成还爱，看来硬刚是下不去的。姜妍的视线落在一个按键上，开门键，他比降落键离自己更近，他只犹豫2秒，抬脚就猛地踩下，机舱门骤然大开，狂风卷起姜妍的长发。下一秒，他拼命挣脱开傅斯年的手，纵身就往外跳。傅斯年的心脏瞬间停止，他想都没想，竟跟着姜妍一起跳了出去。失重感袭来，他却在坠落时拼死追上姜妍，在落地前1秒猛地翻身，只听啪一声巨响，他竟用自己的身体给姜妍当了肉垫，一口鲜血从傅斯年嘴里闷哼而出。可他顾不上自己，
充血的眼睛里全是恐惧。他颤抖着抚摸江岩的身体，老婆，你有没有摔到哪里？一声老婆让江岩瞬间怔住，可他很快恢复冷然，撑着地就要爬起。傅斯年却死死抱住江岩，强撑着撕裂的剧痛要抱他去医院。江岩猛地推开傅斯年的胸膛，傅斯年本就受了重创，竟被江岩轻轻一推，步子都站不稳，他摇摇欲坠。而江岩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转身毅然决然地朝他的新郎跑去。沐晨甩开保镖将他扶起，吓坏了，一把将江岩紧紧抱住。江岩，你是不是傻？江岩窝在他的怀里勾了勾唇角，我不能让你难堪。原来如此。远处传来一声冰冷的嗤笑，傅斯年笑了，笑得浑身发抖。为了不让那个男人难堪，他连命都不要了。傅斯年眼里的光在这一刻轰然倒塌，彻底熄灭。此刻他还敢说江岩还爱他吗？他不敢了。可是谁来告诉他，他该怎么办？傅斯年消瘦的身子再也承受不住，猛地向后倒去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的阿凯急速冲来，一把拖住他。阿凯扶稳他，却看到他嘴角的鲜血，瞬间慌了神。先生，你出血了！他焦急大喊：快来人，送先生去医院！保镖们纷纷涌来，可傅斯年竟抬手制止。他强撑着站稳，一双血红的眼死死穿过人群望向那道身影。江岩明明听见他吐血，却连头都没回一下，始终用冰冷的背影对着他。傅斯年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死死扼住，疼到无法呼吸。沐晨竟牵起江岩的手，直接对上傅斯年：傅先生，这里不欢迎你，马上离开。而傅斯年却看都不看他，那双布满薄雾的黑眸只盯着江岩。他伸出手，声音沙哑：江岩，跟我回家。江岩终于回身，可依旧没有看他，那张脸上平静无波，甚至冷漠至极。傅斯年看到这样的他，抑制不住的疼痛从胸腔里钻出来，疼得他鲜血淋漓，冷汗涔涔。江岩跟着他那会儿，他唤他一声，他就会奔过来，抱住他的腰，把脑袋埋进他的怀里撒娇。那个时候他多么爱他，多么喜欢他，多么为他着想。可是现在他完全不顾他的感受了。傅斯年知道是他的冷暴力，把曾经满心满眼只有他的女人弄丢了，他活该承受这样的结果。傅斯年不甘心，那么多误会没解开，他怎么能放她嫁给别人？凭着这股不甘，傅斯年推开阿凯，一步步朝江岩走去。然而江岩瞥见傅斯年过来，竟下意识地躲到沐晨身后。这一个动作像一把尖刀，狠狠扎进傅斯年心里。他瞬间定在原地，戏谑的黑眸里全是不可置信。你怕我？江岩的沉默彻底点燃他的怒火。下一秒，傅斯年竟猛地拔出配枪，黑洞洞的枪口直指沐晨的脑袋。江岩，你不跟我回去，我就杀了他。沐晨却毫无惧色，甚至昂起头，想带走他，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可傅斯年还没反应，江岩竟骤然冲到沐晨身前，张开双臂将他死死护住。傅斯年，你要敢动他，那就先把我杀了。江岩维护沐晨的样子就和当年维护他一模一样，可这风水轮流转，轮到他身上，傅斯年却根本无法接受，他整个人僵在原地，黑眸里只剩下绝望。江岩，你要为了他跟我作对。江岩却勾起唇角，冷笑一声，他是我的丈夫，你是外人，我凭什么不为了他？外人两个字像淬了毒的冰锥，狠狠刺进傅斯年的心脏。曾经要跟他过一辈子的女人，如今却称呼别的男人为丈夫，而他竟然成了一个外人。傅斯年抑制不住的冷笑，满腔怒火瞬间被浇灭。就在这时，江岩竟拿出手机，昂起下巴：傅斯年，我已经报警，不想引发国际案件就马上滚。原来他刚刚躲在沐晨身后，竟然是在报警。傅斯年彻底心死，他还能做什么？总不能逼他再跳一次直升机吧？他暗淡着眸子，缓缓收回枪。阿凯，傅斯年偏过头，声音虚弱到极致：扶我。阿凯赶紧冲上前，让他把全身重量都压在自己身上。先生，我带你回家。阿凯搀扶着他一步步走向直升机。机舱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傅斯年偏过头看向那个女人，他却依旧低着头，连一个眼神都吝啬给他。傅斯年煞白的唇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。然而下一秒，阿凯的声音传来：先生，我先带你去做检查。然而傅斯年颤动的眼睫下却猛然晕染出阴鸷狠厉，哪也不去，就留在这，只要他还没死，他就绝不放弃江岩。与此同时，直升机升空，江岩终于抬眸扫了一眼，却什么也看不清。他收回目光，面对沐晨父母和宾客们探究的眼神，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。亲人们欢欢喜喜来见证他们的婚礼，却遇到别人持枪来抢亲，怎么都会膈应吧。就在这时，沐晨握住他的手，掰开他的手指，攥进掌心。妍妍，别伤害自己。随后他看向旁边的朋友吉娜，先送我太太回家，这里交给我。沐晨坚定的眼神让江岩稍稍安心，可坐上车后，吉娜却在他耳边轻声问：江姐姐，那个帅帅的男人是谁啊？江岩低头拂去婚纱上的泥土，仿佛想拂去刚刚发生的一切，可吉娜还在追问，他却始终一言不发，直到车子停稳，江岩立刻冲下车。米塔，天天呢？米塔赶紧抱着孩子出来，看到孩子平安无事，江岩悬着的心瞬间落地。他小心翼翼接过那个胖嘟嘟的宝宝，孩子白嫩的小脸瞬间填满了他空洞的心。江岩红着眼在宝宝额头深深一吻，妈妈永远爱你。米塔从未见过他这样，忍不住追问：太太，先生没事吧？江岩摇摇头，他知道傅斯年走了，沐晨就安全了。可米塔却更好奇，那他们是什么人啊？开那么多飞机来？江岩抱着孩子，沉默踱步。就在米塔以为江岩不会回答时，江岩沙哑的声音缓缓响起：他是我曾经爱过的人。江岩眼睫低垂，望着怀里的孩子，面色平静的可怕。我以为他不会再来找我，但没想到他还是来了。说完这两句，江岩就抱着孩子转身回了卧室。直到黄昏，沐晨的车停在门外，江岩立刻下楼，语气紧张：你爸妈他们没说什么吧？江岩最怕连累沐晨。沐晨上前拉住他的手，温柔地抚摸他的发丝，他们不会说什么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听到这话，江岩紧绷了一天的神经终于松懈。沐晨笑着走进厨房，想吃什么？报菜名给我。
果，他为他下厨，姜妍站在一旁报菜名，两个人和谐相处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然而深夜暴雨倾盆，沐晨起身关窗，却猛然间瞳孔一缩，楼下竟然站着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浑身湿透，犹如深夜里的修罗。他煞白着脸，一双猩红的眼睛正死死盯着2楼的窗户。沐晨关窗的手瞬间僵在半空，姜妍正整理衣服，却见沐晨关窗的动作猛然停下，在看什么？沐晨隔着雨幕望着浑身湿透的男人，拧了下眉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转身。姜妍正整理衣服，却见沐晨关窗的动作猛然停下，在看什么？沐晨隔着雨幕望着浑身湿透的男人，拧了下眉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转身，看到姜妍穿着新婚睡衣，温柔恬静叠着他们的衣服，沐晨心里面有些挣扎。傅斯年来了。闻言，姜妍叠衣服的手瞬间停滞，但仅仅1秒，他就恢复了平静，继续手上的动作。沐晨走到他面前坐下，声音沉重，雨下得很大，他一直在淋雨，可姜妍眼睫微颤，语气却冰冷刺骨。他想淋就让他淋着。沐晨偏过脑袋，想要探究他眼睛里藏着什么样的情绪，却怎么也窥测不出，最终还是问出心底最深的恐惧：放下他了吗？他跟傅斯年的往事，沐晨从不问及。姜妍这才抬眸，眼神无比诚挚，早放下了。他拍了拍沐晨的手背，一字一句无比清晰：你别担心，我不爱他了。沐晨想问那你爱我吗？可他终究没有开口。姜妍随即看向窗外，语气淡漠：把窗户关了吧，湿气都进来了。沐晨最后劝他去说清楚，傅斯年这般执着的人怎会轻易离去？姜妍却摇头拒绝，没必要，已经说得很清楚。他只好关上窗，隔绝了那个固执的身影。然而后半夜雷声炸响，沐晨猛然睁眼，掀被下床，借助闪电的光亮，他看到楼下那个男人竟然还在，像一尊雕塑死死望着这个方向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明明从高空坠落过，受到过猛烈撞击，还淋这么久的雨，可真是够固执的。沐晨立在窗前深思很久，转身走出卧室，谁知他前脚刚走，姜妍就猛然睁开了紧闭的双眼，他根本就没睡。与此同时，沐晨下了楼取了2把伞，他撑开一把径直走到傅斯年面前，倾盆大雨瞬间被隔绝。傅斯年看清来人是沐晨，眼神瞬间黯淡。沐晨递上另一把伞，傅斯年却看都不看，甚至一把推开他头顶的伞，任由暴雨再次浇透全身。沐晨却毫不动怒，只是平静开口：傅先生，他不会来见你的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傅斯年犹如未闻，满眼傲慢。沐晨也不计较，把伞放到车顶，一字一句劝说：你应该知道他的性子，一旦放弃，他就绝不回头，就像对待当初霍景深，无论他怎么解释，他都不会原谅。而你傅斯年做的比他还过分，他怎么可能原谅你？何况已经过去2年，你这样纠缠只会让他烦恼，何必折磨他，也折磨你自己？可傅斯年却油盐不进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，与你无关。然而沐晨却笑了，他现在是我的法定妻子，你说跟我有没有关？傅斯年却冷嗤一声，一场婚礼而已，能证明什么？原来傅斯年只知道婚礼。下一秒，沐晨猛然摘下无名指的戒指，直接对到他眼前，看清楚，这是我跟他的婚戒，上面刻着我们的名字。我跟他早在1年前就在毛里求斯领了证，我们是名正言顺的合法夫妻。那枚钻戒的光深深刺痛傅斯年的眼，他无力的垂着手，根本不愿相信。半晌，他颤抖着问：1年前他就跟你结了婚吗？可沐晨接下来的话才叫真正的诛心，准确来说，是他离开你的第9个月之后。9个月，这个数字瞬间抽干傅斯年所有血色，他像个傻子，任由冰冷的雨水拍打。就在这时，沐晨竟将戒指递给他，傅斯年颤抖着拿起戒指，路灯一看，结果戒指内圈赫然刻着2个名字，上面是他的，下面是沐晨的，中间还有一颗心。呵呵，傅斯年像是疯魔般突然凄厉地笑起来。下一秒，他猛然抓住沐晨的衣领，双眼猩红：我爱了他10几年，你凭什么用9个月就把他抢走？然而沐晨的反问却让他瞬间哑火：霍景深跟他那么多年，你不也用几个月就把他抢走吗？一句话将傅斯年所有的高傲彻底击碎。是啊，他凭什么？他无力地松开手，颓然倒在车门上。这一刻，他终于体会到当年霍景深的绝望。沐晨见状，将伞塞给他，转身要走，可傅斯年却强撑着，发出最后的警告：别碰他。他抬起血红的眸子，死死盯着沐晨的背影：你要是敢碰他，我一定杀了你。沐晨回过身，凝着那道湿透的身影，冷嗤：傅先生，我跟他是夫妻，我碰他天经地义。话音刚落，傅斯年猛地扔掉手里的伞，犹如地狱爬出的恶鬼，昂起下巴，一字一句：你可以试试。仅仅一句话，强大的气场压得沐晨喘不过气，但他现在可是姜妍的丈夫，对面的男人凭什么命令自己？沐晨昂起头，冷着脸，一字一句的反问：如果已经碰过了呢？这话犹如一把尖刀，狠狠扎进傅斯年心脏。想到姜妍在别的男人身下承欢过，他心脏疼到撕裂，那疯狂的嫉妒几乎将他吞噬。他想杀人，可他不能，如果杀了沐晨，姜妍一定会恨死他。傅斯年死死压抑着嫉恨，泛白的指节攥得咯咯作响，他眯起血红的冷眸，一字一句的宣告：那现在我来了，姜妍就只能是我的，不管你碰没碰过他。他要姜妍，生生世世都只能属于他傅斯年，这是让沐晨没想到的。像傅斯年占有欲这么强的人，应该会很介意这一点才对。不介意我碰过他？傅斯年没有回答，那双充血的眸子里只剩下绝望和无力。沐晨看着他偏执的样子，沉默半晌，转身就走。可刚走几步，他又停下，隔着雨幕侧过脸庞，却并没有回头。傅斯年，你果然很爱他，但是他不爱你了。冰冷的声音随着瓢泼大雨砸来，请你离开吧。然而傅斯年却像尊雕塑，靠在车前一动不动，仿佛在等待一个渺茫的希望。与此同时，别墅里，沐晨洗完澡出来，就见姜妍靠坐在床头，他温柔平静地看着他，仿佛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出去了？沐晨点点头，打开台灯，昏暗的房间瞬间亮起。姜妍看见他湿漉漉的头发，立刻就要下床拿毛巾，可沐晨却阻止了他。他犹豫着要不要说，姜妍却先开了口：
清淡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：“他走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江岩看向窗外的大雨，眉头微蹙：“你没让他走吗？”沐晨转过身在沙发上坐下，他看着窗外那道固执的身影，深深拧眉：“我让他走，可他就是不走。”江岩的语气更沉：“是不是你说的话还不够重？不够重吗？”沐晨垂下眼，看着自己无名指上的婚戒：“我告诉他我们早就结婚了，还给他看了我们的婚戒，但他还是不愿离开。”沐晨抬起头，看向沉默的江岩：“你要亲自去见他吗？”江岩听到这话，纤长的眼睫瞬间垂下，他抿着唇，静默许久，才猛然抬头，眼神坚定望着沐晨：“不见，永不相见。”说到做到，看着他如此决绝，沐晨的心也跟着沉下。他盯着无名指的戒指，若有所思。一时间，房间里只剩下窗外的雷声和雨声。江岩眺望着窗外，却始终没有走近。许久，他才轻声发问：“他还说了什么吗？”沐晨抬起眼审视着他平静无波的脸，那张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。可他这样问，应该还是关心的吧？他有些不确定，但还是如实相告：“傅斯年还说别让我再碰你。”我反问他，如果已经碰过了呢？傅斯年说他不在意，但从今以后你只能是他的。听到最后一句话，江岩气得冷笑出声。他忘了当年怎么对我的吗？竟然还有脸说我只能是他的。我江岩可以是任何人的，唯独不可能是他傅斯年的。沐晨能感受到他语气里的怨气，薄唇轻抿：“我说碰过你他都不介意，我想他是爱你的。”江岩含着脸猛地看向他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让我回头吗？”沐晨连忙否认：“不，我的意思是你们之间或许有误会，你要不要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？”可江岩却斩钉截铁：“没必要了，就算有误会，那也是以前的事，我现在不想听，也不想知道。”江岩的脸比任何时候都冷漠，仿佛那道伤疤一句误会根本无法抹平。沐晨凝视着他，然后将视线转向窗外。那个男人还像山一样立在雨中，他再这样淋下去会病倒的，那是他的事，与我何干？江岩的语气瞬间烦躁起来，他甚至开始质问沐晨：“你这么帮他说话，是想跟我离婚，然后让我回到他身边吗？”沐晨的心猛地一紧，立刻否认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”他隔着昏暗的光线望向江岩：“我只是想让你彻底跟过去告别。”话音刚落，江岩就恍惚一瞬，随即反问：“你不怕我听完解释会选择原谅他吗？”沐晨的心神剧烈一颤，他放在戒指上的手不自觉地收紧：“你会吗？”江岩再次反问，语气咄咄逼人：“如果会呢？”沐晨瞬间陷入沉默，他死死盯着那枚婚戒，犹豫了很久才忍着剧痛开口：“如果会，那我放你回他身边。”如果傅斯年爱他，而江岩也没放下他，那他沐晨不会夺人所爱。他话音刚落，江岩便嘲讽地笑了：“穆教授果然大方，虽然你很大方，但我早已告别过去。”江岩语气决绝，眼神里再无波澜，那些往事早就被他亲手埋葬。他不想回头，只想过好现在。我答应过你会跟你好好在一起，我就绝不会食言。这2年是沐晨陪他走过鬼门关，是沐晨为他挡刀受伤，他背着他在雨里找医生的画面，他一辈子都记得。闻言，沐晨的心却沉了下去。你只是为了沉默，所以才不见他？不是。江岩想都没想，直接否认：“我只是不爱他了，所以也不想听任何解释。爱就深爱，不爱就彻底放手。他已经从泥潭里爬出来，绝不会再掉进去第二次。”沐晨还想再问，而江岩却已不想再说。如果傅斯年再不走，你就报警吧。说完，他拉过被子翻身躺下，面对衣柜方向，闭着眼睛沉沉睡去。次日天快亮了，雨还没停，阿凯实在看不下去，撑着伞冲到傅斯年面前：“先生，你就是临死在这里，江小姐也不会见你的。”傅斯年脸色煞白如纸，身体摇摇欲坠，却依旧固执：“他会来见我。”他坚信江岩不是那么狠心的人，可阿凯却一针见血：“可是先生，江小姐已经不爱你了，不爱了。”这3个字像一把刀狠狠扎进傅斯年心里，疼得他浑身发寒。阿凯苦苦哀求：“先生，跟我回去吧。”傅斯年却猛地推开他，声音透着彻骨的疲惫：“你先回去。”不见江岩，他绝不甘心。阿凯没办法，只能撑着伞，像个卫兵一样守在他身边。傅斯年血红的双眼死死盯着2楼的窗户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窗帘终于拉开。江岩起来了，他拉开2侧窗帘，推开窗户，视线垂下的一瞬间，正好与那双充血的眼睛对上。傅斯年血红的双眼死死盯着2楼的窗户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窗帘终于拉开。江岩起来了，他拉开2侧窗帘，推开窗户，视线垂下的一瞬间，正好与那双充血的眼睛对上。傅斯年的眼睫猛地一颤，暗淡的眸子瞬间亮起，他靠着车门的身子骤然挺直，立刻上前一步：“江岩。”可江岩看到他眸色却瞬间沉下，他甚至没有一丝停留，立刻收回手，转身离去。他没有想到傅斯年竟然还在。见状，傅斯年眼中的光再次熄灭，而背过身的江岩在原地怔了几秒，才快步走进浴室，洗漱完，他发现宝宝不在房里，立刻下楼。刚下楼就碰见端着药走来的沐晨，空腹吃，吃完再用早餐。江岩接过药一口吞下，随即问道：“天天呢？米塔带着呢？”沐晨指向功能房，只见米塔正抱着孩子在地毯上玩得咯咯直笑。江岩这才放下心来：“他还没喝奶吧？”“还没。”沐晨接过水杯，将早餐推到他面前：“你先吃，我给宝宝泡奶粉。”说完，他便转身拿起奶瓶，动作熟练的冲泡。看到他拿着奶瓶摇晃的样子，江岩烦躁的心境有了一丝温情。“你吃过了吗？等天天吃完。”这1年多，沐晨总是把他和宝宝放在第一位，这让江岩觉得很窝心。“你对天天这么好，难怪他咿呀学语，第一个喊的人是你。”沐晨简直比他这个亲妈还要上心。可能他来到这世上第一眼看到的是我，才比较亲近我吧。沐晨回身冲他一笑：“怎么，你嫉妒了？”“有点嫉妒。”沐晨的笑容干净的如沐春风，江岩也情不自禁的跟着一笑。他抬手抚了抚他的发顶：“我去喂孩子，你吃完等我，我送你去店里。”可他刚迈出几步，窗外一道闪电猛然劈下，雷声滚滚。沐晨浓眉紧蹙，他知道那个人必然还在。然而他再看向江岩，他却面无表情的继续吃着早餐，仿佛外面的一切都与他无关。沐晨的心沉了下去，拿着奶瓶走进了功能房。外面狂风暴雨，阿凯扶着傅斯年摇摇欲坠的身体，嘶吼着：“先生，1天1夜了，够了，别等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人没等到自己先垮了。”傅斯年却置若罔闻，双眼死死盯着那扇别墅大门。下一秒，大门开了，江岩和沐晨的身影出现在视线里。只见沐晨撑开伞交给江岩，随即竟弯下腰，将
江岩握着伞，熟练地趴到他背上，双手环住他的脖颈。沐晨就这么背着他，一步步淌过雨水，稳稳将他放进车里。这无比默契的动作像演练了无数次，更像一把尖刀，狠狠刺痛了傅斯年的眼。他眼睁睁看着沐晨弯腰为他系上安全带，那个位置曾经是他的。那个时候的江岩看他钻进来靠得太近，还脸红过，如今却被另一个男人取代，瞬间压抑在心底的嫉恨淹没理智。江岩眼看车子就要开走，傅斯年猛地提起麻木的步伐，一把拦在车前。他低下高傲的头颅，死死盯着车里的人。你下来。这一刻，他终于体会到霍晨东当年的绝望。可他比那人更惨，因为江岩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肯给他，而他只想告诉他真相，想看看他知道后的反应。为此，他像个傻瓜，任凭大雨浇透全身，脸色煞白也不肯走。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然而，江岩凝着那抹身影，满眼尽是烦躁。他坐在车里沉默许久，随即看向沐晨，冷冷吐出3个字：从后面走。沐晨毫不犹豫，立刻倒车，车子瞬间呼啸而过，将傅斯年虚浮的身影狠狠甩在原地。另一边，沐晨把江岩送到摄影店，他熟练地将他抱下车，稳稳放在干净的地方，自己则淌过地上的雨水。江岩打开店门，递给他一条毛巾，快擦干净。这些早已成为他们之间的习惯，两人分工明确，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照片。就在他们刚忙完，江岩无意间看向窗外，下一秒，他的笑容瞬间凝固。傅斯年竟然跟到了这里，他就那么站在窗外死死地盯着他。可江岩只是冷冽地瞥了他一眼，随即转过头，对客户笑得更加灿烂。吉娜说还想拍全家福，到时候记得来找我哦。送走客户，天色已黑，江岩和沐晨关上店门，开车回家。那辆豪车如鬼魅般紧紧跟在后面。沐晨看了一眼身旁冷若冰霜的女人，你知道她跟着是吗？江岩单手支着下巴，含着脸一言不发。他的沉默就是最狠的回答。沐晨心中矛盾，最终猛踩油门将那辆车远远甩开。深夜，江岩哄睡好孩子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婴儿床，可他一转身却发现卧室的窗户竟然没关。此时沐晨却让他去关窗，我这里还有点事，你去吧。他知道傅斯年就在楼下，他不想看，所以故意让江岩去。江岩瞬间明白，只是他什么也没说，径直走向窗边。雨还在下，那个男人竟然真的还在。江岩撑着窗台，望着楼下那道执着的身影，眼眶气到一点点涨红。他猛地捏紧拳头，压下心头怒火，随即骤然将窗户狠狠关上。砰的一声巨响，楼下的傅斯年这才抬起疲惫的黑眸，死死盯住2楼亮灯的窗户。紧接着，他看到江岩转身的剪影，下一秒，沐晨的身影也走了过去。就在傅斯年的注视下，江岩竟踮起脚尖环住沐晨的脖颈，主动吻了上去。轰！傅斯年看到这一幕，充血的眸子倏然凝固，瞳孔里写满震惊。江岩，他发出的怒音几乎要咬碎他的名字。阿凯，把门撞开。既然耐心等待和强来是一个结果，那就选最直接的。是。阿凯早就等不及，一脚油门开着越野车疯狂撞向铁门，刺耳的警报声瞬间响彻整栋别墅。江岩松开沐晨，拉开窗帘一看，脸色骤变。他想用这种方式逼走他，没想到竟是适得其反。沐晨正犹豫着要不要报警，大门已经被轰然撞开。傅斯年宛如黑夜里的恶鬼，带着一身雨水和尸骨的寒意，一步步踏了进来。他直奔2楼，一间一间的推开房门。就在他要推开宝宝房门的瞬间，江岩从旁边冲了出来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他的语气带着怒火，神色却极不耐烦，仿佛他打扰了他的好事。这副模样彻底点燃了傅斯年的怒火，他猛然冲过去，一把扣住江岩的手腕，什么话也不说，拖着他就往楼下走。你这个疯子，放开我！沐晨也冲出来阻拦，却被傅斯年一把推开。下一秒，江岩被他拦腰抱起，强行塞进车里。没等沐晨追上来，车子已经绝尘而去。车内江岩被死死抵在车窗上，他挣脱不开，只能怒视着眼前蛮横的男人。傅斯年俊美的脸煞白一片，透着滔天恼恨。你没男人会死是吗？他嘶吼着质问，仿佛眼前的女人罪大恶极。江岩却觉得可笑至极，他冷冷地勾起唇角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？谁知傅斯年却猛然欺身而上，那张消瘦的脸冷冷逼到眼前。我是没有资格，但是江岩，只要我活着，你就不准吻别的男人，更不准碰别的男人。话音刚落，他竟伸出手指死死按住江岩的红唇，拼命擦拭。这一次我不跟你计较，但下不为例，再有下次，我绝不放过你。他闯进他家，强行拽他上车，就是为了警告他。可是他们算什么关系？江岩气愤地一把推开他的手，昂起来的脸冷到极致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早就分了，我跟你再没任何关系。他一字一句像刀子一样扎进傅斯年的心。我现在是沐晨的妻子，他是我的丈夫，我跟他做什么都天经地义，理所应当。你呢？你算什么？一个前任而已，一个无足轻重的前任。无足轻重这4个字像一把淬毒的利刃，狠狠捅进傅斯年的胸膛。他的脸色刹那间煞白一片，将在半空的手指骤然凝固。他死死盯着眼前这张陌生的脸，心口像是被撕开一道血淋淋的口子。他缓缓放下手，想要抚摸他的脸庞，江岩却猛地偏头躲开，可傅斯年却强行扼住他的下巴，将他死死抵在车窗上。他几乎贴上他的鼻尖，沙哑的嗓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。江岩，我在你心里一直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吗？江岩却始终低垂着眼，不看他。傅斯年猛地抬起他的下巴，逼他直视自己。你回答我。江岩的黑瞳里倒映着他雪白绝望的脸，他盯着那张深邃的脸，终于狠下心。你只是一个过客，一个可以随时忘记随时放下的过客。他的话像刀子，还不够，甚至又补上2句。我们在一起不过几个月，算不上刻骨铭心，所以我早就把你忘掉，根本没把你放在心上。嗡的一声，傅斯年头晕目眩，耳朵里什么也听不见。他静静地望着他，像一口枯井奢求着一丝雨水。老天却偏要降下罪罚。然而江岩还不肯罢休，他的声音继续在他耳边凌迟。傅斯年，我爱你只是一时兴起，爱过就放下，我早就不爱你了。江岩一把推开他掐着下巴的手，冷漠地吐出几个字：我们好聚好散吧，别闹得太难堪。说着就要推门下车，可那只伸出去的手却被傅斯年一把死死抓住。下一秒，
他猛地将姜岩拽进怀里，强行扳正他的身体。傅斯年面色如霜，眼神阴鸷狠厉。姜岩，我们之间不可能好聚好散。傅斯年猛地将他拽进怀里，强行扳正他的身体。他面色如霜，眼神阴鸷狠厉。姜岩，我们之间不可能好聚好散。傅斯年咬牙切齿，一字一句都像从地狱里爬出来。我找到你，你就注定要跟我纠缠一辈子，直到我死。这霸道强制的宣言像一张诅咒的大网，瞬间将他笼罩。姜岩心头一震，一种逃不脱的宿命感油然而生，但他绝不认命。他愤怒的挣扎却被傅斯年反手扣住手腕，死死抵在车窗上。他的力气大到恐怖，他越动，他按得越紧，直到他动弹不得，傅斯年才停下。可这种被钳制的屈辱早已点燃姜岩的怒火。傅斯年，我已经结婚，你还要这样纠缠？你难道没有羞耻心吗？这话一出，傅斯年的脸瞬间青。我没有羞耻心，没有尊严，这不都是拜你所赐吗？若不是为了他何至于如此卑微？何至于死缠烂打？闻言，姜岩却像听到天大的笑话，冷笑一声：拜我所赐？我求你纠缠我吗？我求你来找我吗？是你自己一厢情愿，是你自己不要尊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字字诛心。傅斯年被气到面色发黑，胸膛剧烈起伏，滔天怒火在他猩红的眼中燃烧。姜岩，他刚要爆发，却被姜岩冷冰冰打断。傅斯年，我已经不爱你了，麻烦你别再来打扰我。那句不爱像一盆冰水浇得他浑身发僵，他死死盯着他，语气凶狠到极致。你有本事再说一遍不爱我？傅斯年威胁的眼神，仿佛他敢再说一个字就会将他撕碎。可姜岩偏偏不怕，他迎着他杀人般的目光，一字一顿，我说多少遍都是不爱。傅斯年，我离开你几个月，就已经把你忘光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两片冰冷的唇瓣竟狠狠压下。傅斯年像是被彻底刺激疯，他撬开他的牙关，发了疯似的在他口中攻城略地，那冷沉又久违的气息像电流瞬间窜遍全身。姜岩头皮发麻，拼命挣扎，却被他更用力地推到车窗上。傅斯年扣住他的双手腕，反剪到头顶，另一只手掐住他的下巴，逼他昂起头承受。他紧紧夹住姜岩的双腿，让他再也无法动弹。窒息感瞬间袭来，他发出破碎的呜咽。可傅斯年却猛然一开手，他竟开始解他的衣服。中控挡板早已升起，后座成了一个密闭的空间。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，傅斯年发疯般撕扯他的衣物，一只冰冷的手甚至从后腰探进他的衣服里，那冰凉带水的触感让姜岩浑身一激灵。他猛然瞪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个强吻他，甚至还想要他的男人，所有恼怒瞬间爆发。他双手双脚开始拼命挣扎，乱蹬乱踹，可这根本没用。姜岩绝望之下张嘴就咬，他用尽全力，发了狠的咬下去。然而傅斯年竟全不怕疼，那双黑眸里全是想要将他拆卸入腹的浓烈欲望。下一秒，傅斯年三两下褪去姜岩的衣物，双膝压在他两侧，俯身就要他。时隔2年竟被如此冒犯，姜岩气到脸都涨红，眼里全是震怒。他恨透他，可他却在前所未有的心安中彻底消散了所有的慌乱和愤怒。姜岩，他吻完他，用那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，强制命令道：跟他离婚，跟我回家。姜岩勾起被吻到红肿的唇，冷嗤一声：做梦。傅斯年的脸瞬间沉下，大手猛地按住他的腰，将他用力拉近1寸。姜岩秀眉紧抿，倔强的眼里全是愤恨。傅斯年，就算你强要到我的人，也永远要不到我的心。这话一出，傅斯年刚安下的心再次疼到紧缩，可他的目光落在姜岩身上时，神色却忽然染上一抹浅笑。你的心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他用手拂过他的肌肤，在他站立的瞬间强势断言：姜岩，你有反应，说明你还是爱我的，身体不会撒谎。他还爱他，他一定还爱着他。这个认知让傅斯年欣喜若狂，大手抚上他的脸，声音都温柔下来：老婆，跟我做完，我就送你回去，跟他离婚，好不好？谁知姜岩却猛地撇过头，避开他的触碰。正常生理反应被你说成是爱，你是有多缺爱？他的话像最锋利的刀，狠狠戳向傅斯年的心肺。傅斯年，你缺爱就去找你的苏茶，他满足不了你就去夜总会找，再不济你就去找头大象，只要别他妈来恶心我就行。他连脏话都骂出来。傅斯年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被他骂得灰飞烟灭，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只有恨没有爱的女人，胸腔里好不容易安抚的心脏再次剧痛，一股邪火直冲天灵盖。他冷着脸将她从车窗拉下，按在车椅上就要继续，可就在这时，姜岩愤怒的眸子瞬间被泪水淹没。傅斯年，你要是再不顾我的感受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那滚烫的泪狠狠灼伤了傅斯年的心，他瞬间僵住，就这么不愿意吗？他盯着姜岩决绝的脸，眼眶也跟着红。姜岩，我是你的男人，是把第一次给你的男人，你能不能别这样抗拒我？可姜岩唇角的嗤笑却比冰还冷，我的男人早就死在2年前，死在你说不爱我的那一天。这话如同一道惊雷劈醒了傅斯年，原来他还在怨恨过去，有怨恨就说明心里还有他。傅斯年瞬间狂喜，他松开钳制，揽住他的腰，将他抱起，急切的想解释。啪，话还没出口，一个清脆的巴掌声骤然炸响。姜岩得了自由的手，抬手就狠狠甩在傅斯年的脸上，一个巴掌不够，紧接着又是一个噼里啪啦的巴掌声，在静谧的车里格外刺耳。这巴掌声伴着窗外惊雷，吓得司机都猛地一哆嗦。姜岩打到手掌发麻，打到傅斯年那张脸都红肿起来，这才怒不可遏地停下。他衣衫凌乱地坐在他腿上，泛红的双眸死死盯着他，瘦小的身子因极致的愤怒而不停起伏。可傅斯年竟抬手抚了下滚烫的脸颊，浓眉紧紧抿了一下，却毫无反应。他甚至用舌尖顶了顶腮帮子，抬起那双阴沉的眸子，冷冷凝着姜岩。打够了吗？那双幽暗吞噬星河的眼睛让姜岩突然感到一阵畏惧，他立刻撑着傅斯年的肩膀想逃，却被他一把扣住手腕，猛地拽了回来。躲什么？傅斯年竟拉过他的手，直接按在自己被打肿的脸上，暗哑带杀力的嗓音在姜岩耳边冷沉炸响：你没打够，那就继续打，打到你解气为止。这人怕不是有病，
姜妍挣扎着怒骂出声：“神经病！”可傅斯年却死死握着姜妍的手腕，就是不肯放。你不打的话，那就听我说清楚。姜妍心底全是抵触，他就是不想听他任何解释。我不想听，你停车，放我走。傅斯年却猛地发力扣着他的腰，将他死死抵在挡板上。姜妍，你连面对过去的勇气都没有，还说放下了我。这句话狠狠刺痛姜妍，就是因为已经放下，我才不愿听你废话，这对我毫无意义。谁知傅斯年却冷嗤一声：“既然毫无意义，那你就好好听着。”话音刚落，傅斯年竟扯过旁边的领带，猛地将姜妍的双手腕骨绑紧，再狠狠绑到车顶扶手上。傅斯年，你要干什么？姜妍发疯般挣扎，朝他怒吼：“傅斯年，你要是敢乱来，我绝对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另外一条领带倏然附在姜妍的嘴唇上。傅斯年绕过他的脑后，将领带一圈圈绑紧，让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，也动弹不得后，傅斯年这才抱紧他的身子，逼到他的眼前，一字一句：“对不起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会听我的解释。”